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，谷歌在 I/O 大会上宣布了一系列 AI 产品和服务，旨在重新定位自身为全球 AI 软件领导者。推出 Gemini AI 模型，生成式 AI 增强搜索和新的 AI 助理 Project Astra， 以应对竞争，并将 AI 融入其核心产品中。接下来这条，先锋集团曾以廉价管理费闻名，但近期出售了部分小型企业退休账户，该公司将向原不缴纳任何费用的投资者收取费用，这与创始人杰克·伯格尔的价值观不符。接下来，谨慎应对拜登关税，避免升级贸易战损害经济和加剧紧张局势。北京被建议走高而非走低与美国对抗，中国应采取非常谨慎的报复措施，并呼吁世界不要跟随美国的贸易战道路。接下来，杰弗里·王在 X 上发帖询问是否有人想订购高档但价格实惠的办公室午睡舱，他没想到这则帖子会火爆，订单需求超过100个。他表示，硅谷的创业热潮文化已归来，尤其是在 Cerebral Valley， 那里许多年轻的 AI 初创企业家创业和工作，以公司为家。下一条，美国大型债券投资者积极转向投资长期国债，他们认为随着利率最终下调，这种不受欢迎的资产类别将成为赢家。下一条，英国零售商玛莎百货官网和应用程序因技术问题中断数小时，公司向受影响顾客致歉。中断原因是第三方服务提供商遇到技术问题。让我们关注，也门胡塞武装分子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红海上的油轮，造成这艘希腊拥有的巴拿马籍油轮损坏，这是他们对加沙地带以哈马斯战争的最新攻击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人退休年龄明显提前，仅 46% 计划在62岁后全职工作，主要原因不明，但可能是出于对兼职工作、疫情后生活价值观重新审视、家庭净资产增长等因素的影响。然而，62岁退休存在财务风险，包括医疗费用、生活成本上升和社会保障福利不足，建议尽可能延长工作时间，以提高财务保障和身心健康。接下来，国米老板批评主要债权人未积极解决迫在眉睫的债务问题，但表示仍致力于与美资管理公司寻求和平解决办法。下一条， Meme 股票的复兴和开始一样，转瞬即逝，代表着2021年疯狂的 GameStop 和 AMC 的股票在周初飙升，但几天后涨幅大部分被抹去。其他投机性股票板块，主要是那些引起卖空对冲基金注意的遭到抛售的股票，也大都泡沫破灭。而美国股市整体创下历史新高。让我们关注， G7 国家将在6月就利率做出重要决定。此前通胀数据出炉，加拿大、英国和日本将公布可能显示通胀正在放缓的数据，而欧元区的工资报告将提供决策者的重要依据。接下来这条，超高股息率股票往往预示着潜在风险。医疗产业信托 MPW 和 AGNC 投资 AGNC 因超 11% 的股息率受到亿万富翁投资者的青睐。然而，医疗产业信托近期大幅减息，且其最大收入来源出现问题，其 11.9% 的股息率能否持续发放存疑。接下来，人工智能推动技术变革，导致微软、苹果、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市值飙升。作为全球最大芯片代工企业，台积电因其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，有望在未来加入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。下一条，比尔·盖茨抛售17亿美元股票，反映了沃伦·巴菲特囤积现金的策略。最后一条，快速增长企业常面临的现金流紧缩问题，目前影响到了 Supermicro Computer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